快松手，快松手！苏无忌连忙把许家烟的手给扯下来，往后退了一大步，脱离了这一波柔软攻势。随后他扭头想找穆千羽，却发现后者已经往旁边走了好几步，与萧音磊并肩站在一起。穆千羽根本没理会许家烟的挑衅动作，娇俏无限的俏脸之上居然满是吃瓜的神情。许家烟张开双手，在苏无忌的面前转了个圈，说道：无忌，你觉得我今天这一身衣服漂亮吗？苏无忌特意在对方胸前的2道口子上瞄了瞄。到底是在国外待久了，穿着就是开放。喜欢吗？你要是喜欢，我可以多露一点的。许家烟那长长的睫毛眨了一下，强烈的魅意从眼睛里流淌而出，强调道：只露给你看。那让你失望了，我还是喜欢传统点的女人。苏无忌又往后退了一步。比如她吗？许家烟看了穆千羽一眼，眸子里明显有着些许敌意。是很漂亮，还和你穿着情侣装，哼，我吃醋了。她叫穆千羽，你应该听过。苏无忌微微一笑：穆家大小姐长得比你漂亮，还比你有钱，你说气人不？你这37度的嘴巴，怎么忍心说出这么冰冷的话？许家烟撅了撅嘴，明显有些醋意，挺了挺胸。但是我身材更好啊。这个女人真的有一种妖精的气质，明明年纪不大，但却总是让人觉得她似乎越男无数。那沉甸甸的曲度，光是视觉上就能让异性产生一种窒息感。苏无忌咧嘴一笑：我不喜欢那么大的，她这不大不小的正好。噗嗤，那边穆千羽一下子笑了出来。不大不小，要是在以往别人敢这样评价自己的身材，穆千羽必然会很生气。但今天苏无忌能当着许家烟的面这么说，他偏偏感觉到挺开心的。而一旁的萧音磊却微微低下头，瞄了瞄穆千羽的胸口，笑眯眯的小声说道：我们老板看得不准，在这方面那许家烟还真不一定能赢得了老板娘。还是女人最懂女人。穆千羽面色微红，默不作声地把西装外套的扣子系上了，遮住了那紧绷的线条。他忽然有种想要扣萧音磊工资的想法了。穆千羽有些受不了这长腿经理的眼神，只能岔开了话题，问道：他们俩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萧音磊笑盈盈地说道：老板娘，你记不记得去年灵州的灰色地带发生了一场大规模冲突，皇后酒吧废掉了嘉利国际会所的上百个打手。穆千羽说道：我知道那次冲突，从那之后在灵州的夜场里就再也没有谁能和皇后平起平坐了。稍稍停顿了一下，他又轻笑道：不过都说那一次你们老板从嘉利国际抢走了上百个漂亮姑娘。在此之前，嘉利国际以美女如云而名冠江南夜场。萧音磊说道：外界都传言我们老板是为了抢走嘉利国际的漂亮女人才会挑起这次冲突，其实不是，那里的大部分女孩都是受到逼迫的，甚至完全失去人身自由。这会所看起来金碧辉煌，实则黑暗透顶。穆千羽的眼睛骤然闪过金光，竟然是这样。饶是穆千羽心思深远，也很难想象，在人们口中，那一场与嘉利国际的冲突，抢走了上百名漂亮姑娘，把苏无忌渣男和色胚的名声推到了顶峰。可事实居然是截然相反的。穆千羽真不知道，这世界对苏无忌到底还有多少误会。那一次，我们和灵州市局配合，从里到外解救了很多女孩，许家烟就是其中之一。萧音磊说道：里面居然还有许家烟。
穆千羽有些吃惊，这佳丽国际的胆子也太大了。许家嫣本来在国外工作，假期回到林州，结果上了出租车就被迷晕了，秘密送到了佳丽会所。肖英磊说道。我们老板在关键时刻把许家嫣救下，抱着她冲出来，从此这姑娘就对老板念念不忘了。但我们老板一直躲着不见，连联系方式都给拉黑了。穆千羽笑道。许家嫣挺漂亮的，无忌怎么不动心？肖英磊给了一个满分答案。因为老板娘更漂亮。穆千羽轻轻摇头，清澈的目光变得有些幽远。真不知道你们老板还藏着多少惊喜。肖英磊继续说道。当时省厅还给了我们老板颁发了嘉奖证书，给一个传言中血腥暴力无恶不作的花花大少颁发了一个省级的嘉奖。即便有了这几天的经历，对苏无忌有了重新的认识，穆千羽仍旧觉得这件事儿太不真实了。那嘉奖证书呢？穆千羽看了看正对许家嫣满脸嫌弃的苏无忌，低声说道。能不能拿给我看看？肖英磊轻轻一笑。老板娘随时可以看，就在老板的麻将桌底下，垫桌子腿呢。别人求都求不来的荣誉，居然被他这么垫桌子了。而这时候，许家嫣似乎结束了对苏无忌的撩拨，她居然径直走到了穆千羽面前。穆小姐久仰大名。许家嫣并没有主动伸手，而是直视着穆千羽的眼睛，直截了当地说道。但我们注定没法成为好朋友了，因为我喜欢苏无忌。穆千羽轻轻一笑。我又不拦着那是你和无忌的事情。停顿了一下，他补充了一句。况且我也没想着和许小姐成为好朋友。针锋相对，许家嫣那又长又媚的眼睛里波光流淌。看来你们还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他目前是我最好的搭档。穆千羽说着，居然又鬼使神差地强调了一句。但也仅仅是目前。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好。穆千羽的话语里居然还给自己留了不小的余地。许家嫣轻轻一笑。我被总部派回宁海工作了，离林州也就2个小时的车程，以后可以经常回来。然后呢？穆千羽的微笑不变。许家嫣的挑衅意味越来越浓。穆小姐，且不说你和无忌现在还不是男女朋友的关系，即便日后无忌成为了你的男人，我也绝对不会放弃，而且那样更刺激哦。穆千羽轻轻一笑，丝毫不生气，反而觉得有意思极了。祝你成功，我很期待。他轻笑着说道。我还有事先走了。苏无忌喊道。你怎么走了？不是说要请我吃饭吗？穆千羽笑着摆了摆手。今天不方便，先欠着改日吧。说完，他坐进了车里。当穆千羽隔着玻璃看到了笑容浓郁的许家嫣，他握着方向盘的双手明显更用力了些，立刻发动了车子，迅速离开。看着离开的速度，似乎1秒钟都不想多待。只是在回家的路上，穆千羽总是控制不住地想起许家嫣撩拨苏无忌的情形，以及对方那当晃的胸。他轻轻捶了捶方向盘，自言自语：明明和我无关，怎么就有点不爽呢？面对许家嫣的纠缠，苏无忌感觉到一个头两个大。穆小姐真的很优秀。许家嫣的唇角轻轻翘起，说道。但我不会认输的。苏无忌有些无语。为我打了你弟弟，你难道不该替他出气，然后讨厌我吗？哦，是吗？许家嫣听了，对弟弟许家泽勾了勾手指。过来。许家泽之前一直跪在地上，听到姐姐招呼，居然打了个寒颤。但饶是如此，
他还是跪着挪了过来。许家泽，你说我现在该替你出气吗？许家嫣笑眯眯地问道。许家泽还没想好答案呢，许家嫣就忽然将他从地上提了起来。他抓住了弟弟骨裂的肩膀，那性感的腰和臀猛然一拧，来了一个干脆利落的背摔。许家泽被重重摔在了地上，他感觉到自己的肩膀都要被扯断，疼得眼泪都出来了。苏无忌看得眉头跳了跳，这被摔的动作实在是太标准了，绝对练过无数遍。许家嫣又踢了许家泽一脚。再惹你姐夫，我摔不死你！许家泽眼泪汪汪，连连应声：姐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求求姐夫原谅我吧。这货要是知道姐姐跟苏无忌是这层关系，当时打死也不敢招惹宋之瑜。什么姐夫许东凯带着你的混账儿子，抓紧给我滚蛋！苏无忌说道。不然我见他一次打他一次。是。许东凯连忙答应，拉着许家泽快速离开，还对女儿使了个眼色。那眼神的意思明显就是抓紧把他拿下。许家嫣看着苏无忌，笑眯眯地说道：我以后就在宁海工作了，可以经常来灵州看你。那你好好上班。苏无忌咳嗽了一声，少来烦我耶。对方的胸口老是在他的眼前晃，从衣服口子里露出来的2抹白让人有些眼晕，这让苏无忌觉得很不淡定，就连拒绝对方都没有太强的底气。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许家嫣的声音柔柔，如果没有你，我早就被那些狗男人给占有了。的确，当初苏无忌在冲进嘉利国际会所的时候，许家嫣正被绑着双手双脚，她浑身上下只穿着2件纯棉布料的贴身衣物，这捆绑又暴露的场面，配上对方那火辣至极的身材，简直要多喷血就有多喷血。所以是你给了我第2次生命。许家嫣伸出了一只手搭在苏无忌的肩膀上，眼睛流淌着绵绵情意。我的身心都是属于你的，无论你什么时候想拿走都可以。苏无忌恶狠狠地说道。你可别后悔，我要是真折腾起来，能要了你的命。什么？许家嫣笑得花枝乱颤，差点没把苏无忌给晃晕了。那你可得说话算数，我最等忙完了手头的工作就来找你。许家嫣又紧紧抱了抱苏无忌。到时候你可一定得把我往死里折腾呀！苏无忌被这柔软的压迫力给搞得浑身僵硬。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外科医生。许家嫣嫣然一笑，从热裤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名片，塞给了苏无忌。后者低头一看，上面写着宁海慈惠国际医院普外科医生许家嫣。有时间记得来看我，我穿白大褂的样子可好看了，我可以只穿白大褂哦。许家嫣说完，转身走向自己的车子。苏无忌盯着对方的妖娆背影，脑海里瞬间浮现出了许多部和医院有关的动作电影，不禁觉得头脑有点发热。国外待了几年，骚得不成样子了。苏无忌没好气地喊道：有空跟人家穆千羽学学。到了晚上10点钟，皇后酒吧最热闹的时候也就来了。苏无忌坐在2楼卡座里，耳朵里塞着耳塞，隔绝了大部分的吵闹喧嚣。下方大厅里的群魔乱舞好像和他全无关系，看似轻佻的眼睛里却带着些许沉静，目光全落在手机屏幕上。他正在看着一封邮件，内容全是英文，但隐约可见银月灵州以及卓成奇等字样。紧接着他用华夏语回了一行字：爱咋咋地，我不干涉。肖英磊则是伏在卡座旁边的栏杆上，
背对着苏无忌，看着楼下。那栏杆正在承受着软柔又沉甸甸的压迫。从苏无忌的角度，正好可以看到萧英磊那风韵意味无限的腰与腿。这成熟的背影让人很想从后面贴住他的身体，扶住他的腰，轻轻摇曳。在以往，不知道有多少男人想要把咸猪手伸到萧英磊的身上，但下场都是被酒吧的安保山耳光揍成猪头。萧英磊忽然转身坐到了苏无忌的身边，伸手将他耳朵里的耳塞揪出来，凑近说道：老板，有个漂亮女孩子进来了。两人贴得那么近，从萧英磊身上所释放出来的熟悉又独一无二的香气，又开始充斥着苏无忌的鼻尖。哪里呢？我看看。苏无忌立刻来了兴趣，爬到了扶手上。每天来皇后酒吧的美女不计其数，但能被萧英磊评价为漂亮的，那可真是少之又少。就是那。萧英磊指了指大门口，一个身穿白色运动夏装的短发姑娘走进了酒吧，端着一杯果汁，一个人坐在高脚椅上。此刻舞曲正嗨到高潮，所有人都在激情乱舞，而这姑娘却轻轻皱了皱眉头，时不时用手指堵一下耳朵，似乎觉得很吵。她的五官是最东方的那种典雅美，但是在拥有这种古典婉约的长相，同时眉宇间又蕴藏着大气与英气。确实挺漂亮，身材也很好，整个人都透着一股阳光健康的美感。苏无忌评价道。最主要的是个纯天然美女。每天出入皇后酒吧的美女们，很多都被科技调整过长相，填充过身材，甚至有的美女全身上下的科技调整比例要超过40%。由于平时见得多了，苏无忌哪怕隔着衣服，只要看看对方蹦迪的当晃幅度，便能一眼判断出是真是假。的确是赏心悦目呢。一旁的萧英磊说道。老板，我去要个联系方式。苏无忌却指了指那短发姑娘，她时不时皱眉，明显不适应这里吵闹的环境，却依然在环顾四周。你说她来干什么？萧英磊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点。这姑娘是生面孔，肯定是来找人的，最大的可能是来找老板你的。苏无忌说道。那你找2个人去探探他的底。萧英磊又笑了起来。探底这种事儿，难道不该由老板亲自干吗？探他的底，这句话的双关意味实在是太强了。苏无忌听了，没好气地瞥了萧英磊一眼。再开本老板的玩笑，我就先探你的底。萧英磊还是那句话，就怕老板不敢呢。这时候小庞开口了。老板，我有个问题。难得见你主动提问，这种行为值得鼓励。苏无忌拍了拍小庞肩膀。你问吧，我有问必答。老板，我说错了话你就扣我的工资。萧经理乱开你的玩笑，你只是要探他的底。小庞问道。老板，你怎么不探我的？噗！萧英磊笑得不行，青花瓷旗袍上下衬出了无限勾人的律动。苏无忌咬牙切齿。小潘，你是……这时候有2个男人走到了那短发美女的身边，笑眯眯地和她碰了碰杯子，说了几句什么。那短发姑娘摆了摆手，表示不感兴趣。其中一个男人掏出了一个车钥匙，往桌子上一拍，看着钥匙造型是一台保时捷。紧接着那短发姑娘拿起了保时捷的车钥匙，直接丢进了面前的酒杯里。苏无忌眼睛一亮。有个性啊。萧英磊在一旁笑盈盈地说道。
是老板喜欢的类型呢。这短发姑娘就是江婉星，江浩斌的亲姐姐。苏无忌想要借由跟穆千羽合作，让首都重新响起苏家。在首都那边，同样有人因为他的刻意高调而提前来到了灵州。当江婉星走进皇后酒吧的那一刻起，当苏无忌的眼光落到他的身上时，南北两条线正式开始交汇，两人要互相探一探彼此的底了。江婉星的身材流畅，在发育极好和后天锻炼的两者结合里，取得了完美的平衡，尤其是那一双长腿，明显充满着健康的弹性。她那娇俏的面容中透着强烈的飒爽气质，顾盼间眉眼中常有英气，和很多充满了风尘气息的姑娘形成了鲜明对比。此刻的江婉星就是整个夜场里最引人注目的存在。张新明是灵州本地一个工厂老板的儿子，和朋友经常来皇后酒吧，头一次遇到韵味这么独特的姑娘，便一时间起了撩拨之心。他撩妹的方式也挺直白的，亮出车钥匙。张新明有点小钱，但不算多，手里的保时捷是一台二手的718，都跑了6万公里了，市场价也就40多万了。但是夜店里的很多女孩也不知道这是二手车，她们也很难从外表上分出718和911的区别。在以往，张新明只要亮出车钥匙来，就能屡屡奏效，战无不胜。可是今天，这个气质独特的短发女人居然直接把这车钥匙给泡酒里了。张新明气得不行，盯着江婉星沉声说道：老子给你脸，你不要脸，知不知道我是谁？江婉星冷冷道：我没兴趣知道你是谁。那我现在就让你知道知道。他直接端起酒杯，就要把杯子里的酒泼向江婉星。然而江婉星甚至没有转脸看他，直接抬手精准地抓住了张新明的手腕。张新明赫然发现自己的手居然动不了了，一股强烈的麻痹感从手腕上产生，随之扩散到了一整条手臂。江婉星冷冷一哼，随后左手一推，于是张新明的手腕便被推了回去，那杯酒也泼了他自己一脸。这家伙被高度酒精给辣得睁不开眼睛。滚远点，别来烦我。江婉星淡淡说道。他做完这个动作，手上居然连一滴酒液都没有沾到。肖英雷给了一句评价：这身手比她本人还漂亮。同时他抬起手示意1楼的安保停下脚步。苏无忌眯着眼笑着：可以啊，练过的。而这时候江婉星抬起头来，似乎是无意的往2楼的方向看了一眼。该死的女人，你真是找死！张新明的眼睛生疼，怒火攻心，气得大喊。然而还没等他来得及睁开眼睛，江婉星直接抄起颇有重量的实木高脚凳，重重地砸在了张新明的后背上。这个动作是单手完成的，帅得要命。在场的很多男人都开始了喝彩，很多姑娘们也都对他露出了星星眼。酒吧的热烈气氛再度攀上高峰。挨了这一凳子，张新明立刻被砸得趴在了地上，感觉整个后背都疼得要裂开了，挣扎了几下完全起不来。而那高脚凳也瞬间散了架，足可见用了多大的劲儿。臭娘们，找揍呢！张新明的另外一个同伴喊了一声，抬手要抽江婉星的耳光。然而江婉星依旧是看都不看，只不过随随便便的一抬脚，根本没怎么发力，便很是精准地命中了这家伙的裤裆。
那哥们便捂着小腹，当场跪倒在了地上。好，很多客人都开始鼓起掌来。在以往，这种打架斗殴是皇后酒吧的保留节目，经常由老板苏无忌亲自动手对付那些喝酒闹事的客人，每次都能引得客人们的欢呼。这漂亮姑娘来砸场子了。萧英磊说着，对安保示意了一下，请她上来，稍微客气点。两名身穿黑西装的安保走到了江婉欣的身边，低声说道：小姐，我们老板有请。江婉欣连头都没抬。是男老板还是女老板？安保说道：我没有义务回答你这个问题。那我也没有义务跟你上去。江婉欣的声音淡淡：让你们老板来见我。安保只能回去复命。听了这句话，萧英磊笑了笑：这姑娘挺有个性，是想要让我们三顾茅庐呢，目的性太强了。苏无忌呵呵一笑：好啊，他既然这么愿意端着，那就让他端着，都别理他，在这跟我玩起欲擒故纵来了，我看看最后谁先憋不住。随后他拍了拍萧英磊的胳膊，道：再喊3个姑娘陪我打麻将去。说完，苏无忌转身就走，愣是没有再往楼下看一眼。于是江婉欣又枯坐了1个小时。在这1个小时里，真的没有安保再来请她了。这位大美女就被这么被一直晾着。皇后酒吧的老板压根没有出现。江婉欣实在忍不了，抬起头看向2楼的位置，却发现苏无忌和萧音雷早就已经不在那儿了。摆什么架子呢？江婉欣哼了一声，不过她也没指望今天就得到想要的结果，准备起身离开，明天再找机会。然而这时候安保却拦住了她。小姐，您打碎了我们1只杯子，摔坏了1张凳子，需要赔偿。江婉欣一皱眉。什么？安保还递给江婉欣1张单子。这是我们采购价，一共3273元。这点东西还要3000多，你们怎么不去抢呢？江婉欣强压着心中的不爽。那是别人先调戏我，你们该去找那2个男人赔偿。安保说道。小姐，我们有监控证明，东西是在您的手里坏掉的。我们老板说可以给您抹个零头，给3270元就可以了。抹零只抹掉了3块钱，抹掉273还差不多。江婉欣没见过这样的骚操作，差点被气笑了。让你们老板来见我。江婉欣冷冷道。安保无动于衷。小姐，老板说他在处理重要事情，任何人都不要打扰他。那就让萧音磊来，我知道他是这里的总经理。江婉欣感觉很憋闷。几个安保都围了过来。小姐，你如果不付钱的话，会有一些麻烦的。老板说，到时候别怪他没有提醒过你。江婉欣的眉眼一扫，眼中的凛冽气息一闪而逝，冷笑道：就凭你们几个还拦不住我，我倒要看看你们老板能给我带来什么麻烦。说实话，江婉欣还真不怕跟这边几个安保动手。然而还没到1分钟，2台警车就开到了酒吧大门口。几名警官走进来说道：我们接到报警，这里有人斗殴。那几名安保的手齐齐指向江婉欣。警官就是他，一问就是他捅。见此情景，江婉欣的眼睛都瞪圆了。你们这群黑社会怎么还学会报警了？江婉欣愤愤说道。她那立体又好看的鼻子差点给当场气歪了。今天本想探一探苏无忌的底，结果连人都没见到呢，自己就被气了个半死。当江婉欣即将被带上警车的时候，扭头一看，
苏无忌正站在2楼的窗户旁咧嘴直乐呢。这家伙还对着他伸出2根手指，比了个耶。1个小时之后，2名安保作为目击证人，从警局鹿丸口供回来了。老板，他叫江晚星，一上了警车就亮出了军官证。安保说道。服役于首都军区，是个少校。苏无忌一边搓着麻将，一边说道：这身份怪不得身材，不身手不错。不过首都军区的上校跑到灵州来干什么？萧音蕾说道：老板，他也姓江，会不会和江浩兵有关系？苏无忌挑眉想了一下，宋之瑜的同学，开大 G 的那个。苏公子每天打的人太多了，实在是记不住名字。是的。萧音蕾轻笑道：如果真是姐弟俩就有意思了，打了弟弟，姐姐又主动送上门来。他要是想替他弟弟出气，完全可以直接借势压人来打我脸。苏无忌说道：还上门试探个什么劲，不嫌麻烦？说着，他把麻将牌推倒，咧嘴一笑：嘿嘿，胡了胡了，给钱给钱。苏老板真是难得赢了一次。那3个包臀群姑娘只能乖乖交钱，只不过在给钱的时候，她们身体前倾的有点厉害，胳膊还顺势挤一下胸，似是不经意间在苏无忌面前展现一下自己的身材。我去尝一下套。萧音蕾说了一句，便立刻走出去了。在高开插旗袍的掩映间，那一双长腿显得无比动人。然而门还没关上呢，他的手机便响了起来。萧音蕾接听之后，脸上立刻充满了凝重的表情。他重新走了回来，对那3个包臀裙姑娘说道：老板今天有事要忙，没时间打牌了，你们现在出去。那3个小浪蹄子只能撅着嘴，委屈巴巴地看着苏无忌，那楚楚可怜的表情真的就差眼泪汪汪了。看着这几个小绿茶的小骚样，萧音蕾报以冷笑：快点。等他们扭啊扭地离开，苏无忌才问道：发生什么了？萧音蕾说道：老板，铃木保险的卓成奇死了，跳楼自杀。那应该是银月出手了，这一家子都要完蛋。苏无忌摇了摇头：我记得卓成奇的儿子好像也不是个好东西。卓成奇的儿子叫卓思轩，今年37岁了，担任卓氏地产的总裁，平时都待在宁海。萧音蕾说道：之前的幼女行贿案件，他也是主要参与者。既然如此，这家伙死不足惜。苏无忌说道。萧音蕾点点头：不过某些利益相关的人可能会对此有些不满，更何况这里是华夏，不能任由银月胡来。这个时候穆千羽来电了：无忌听说卓成奇跳楼自杀了。他的语气有些复杂。苏无忌说道：我也刚刚知道了这个消息，大概率是银月干的。穆千羽问道：警察会调查到银月的身上吗？很难找到证据。苏无忌说道：况且银月组织神出鬼没，如果不出现杀手叛变，就几乎抓不到的。听到穆千羽在那边沉默，苏无忌问道：你在担心什么？穆千羽说道：我只是莫名有点担心银月。他其实是担心银月如果出事，会不会把苏无忌给牵扯进来。毕竟如果不是和这个组织有联系的话，他怎么会提前知道银月杀手来了灵州？苏无忌咧嘴一笑：你要是觉得没有安全感，我可以去陪你住。臭不要脸的。穆千羽的情绪瞬间松弛了下来。那倒不用，如果我害怕了，会主动拎着行李箱来找你的。
那我可太期待这一天的发生了。苏无忌笑道。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了穆千羽那一弯笑颜。这几天来，他总是不自觉地想起那如静夜水仙般的娇俏容颜。挂了电话，苏无忌不自觉地陷入了沉思。萧英磊看着自家老板的表情，轻笑着说了一句：老板要坠入爱河了呢。爱河个屁！苏无忌一脸不屑地说道。智者不入爱河，不如洗脚按摩。而这个时候，他的手机恰巧响了2声，这是新邮件的提示音。他点开邮件一看，眼睛里顿时浮现出了些许危险的光芒。邮件的标题是：银月杀手行踪暴露，正在遭受杜卡罗猎杀者的追杀。苏无忌收起眼底的光，面无表情地把手机递给萧音磊。你看看，杜卡罗都追到华夏来了。萧音磊说道。老板，咱们帮还是不帮？帮了就得罪了杜卡罗的那些疯狗了。毕竟苏无忌之前对银月杀掉卓成奇的行为袖手旁观，没有任何参与的意思。这次就算不帮也是本分。而这个杜卡罗组织是专门针对银月而存在的，据说是和国际大型拐卖集团有关，背后甚至可能有西方黑暗世界某些势力的支撑。杜卡罗组织成立超过了20年，培养出来一大批精英杀手，全球追杀银月不择手段，更不会顾忌伤及无辜。这组织早就放言，谁敢帮助银月，谁就是杜卡罗的一生之敌。苏无忌轻轻一笑，眼睛里危险的光芒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嘲讽与玩味。这里是华夏，怎么能容杜卡罗这帮野狗这么放肆？显然这句话无疑已经表明了他的想法。萧音磊轻笑道：我去备车。他早就猜到，以自家老板的行事风格，嘴上说着不干涉银月组织的行为，但当对方在灵州遇到危险的时候，多少还是会出手帮上一把的。告诉小庞抄上家伙在楼下等我。苏无忌说道。好嘞，抄家伙。听到这个词，萧英磊的眼睛里明显涌出了一道光。苏无忌撸起了袖子，杀气腾腾地说道：这杜卡罗既然来了灵州，就别想再走了。然而当他们快步走到楼下的时候，却发现之前被警察带走的江晚星居然已经站在门口等着了。此时虽然已是凌晨，但酒吧还在闹腾，人来人往，气氛热烈。这姑娘还是穿着那身紧身运动装，双手插兜挡在了苏无忌的面前，盯着他看了看，说道：你就是皇后酒吧的苏老板？鄙人苏无忌江少校大老远的专程来找我，有何贵干？苏无忌直接点破他的身份。我有几个朋友在这里投资的东方离人会所，被人强行抢走。江晚星打量着面前的青年，强忍住想打他的冲动。我就提前来看看，能让他们吃瘪的究竟是何方神圣？苏无忌盯着对方那亮如星辰的眼睛，嘲讽地笑了笑。那都是商业手段，不过这似乎不是江少校这种现役军人该管的事情。江晚星说道：我不是普通的现役，但我只是个普通的酒吧老板。苏无忌从江晚星身边绕了过去。如果江少校想要找我的麻烦，那就请明天再来，今天晚上我还有个重要约会呢。说着，他打开了一台大众老款途观的车门。这台车的年纪虽然跟那台老掉牙的桑塔纳不能比，但起码也得10年往上了。白旭阳后天就要来灵州了，你做好准备了吗？江晚星忽然问道。白旭阳就是东方离人会所的幕后老板，
自己投资的会所在灵州吃了瘪，必然会亲自来找回场子的。关我屁事。苏无忌呵呵一笑，我规规矩矩做生意，怎么你们这些首都大少和大小姐还想来以势压人？我弟弟也是你打伤的吧？江晚星又问道。他叫江浩斌，在临江大学读书。苏无忌呵呵，不认识。他觉得这女人好烦，自己越是着急走，她越是在这里纠缠。再晚去一会儿，银月杀手都要被嘎了。江晚星的俏脸之上露出了嘲讽的微笑。敢做不敢当。而这时候，他的手机忽然滴滴滴地响了起来。江晚星表情忽然一肃，立刻查看消息内容。看完之后，他的眼睛里更是充满了凝重。苏老板，我有重要任务，你的车首都军区征用了。江晚星一把将正要上车的苏无忌扯到了一边，随后坐上驾驶室，风驰电掣地离开。这女人神经病啊，从首都跑到灵州来抢车啊！苏无忌看到江晚星忽然抢走了自己的车子，没好气地骂了一句。而小庞已经把一台国产越野车开了过来，把一个长方形的盒子伸出窗外，挥了挥喊道：老板，家伙已经超上了。你这个笨蛋，这玩意能当众亮出来吗？给我塞回去。苏无忌不等车子停下，便是一个助跑，直接从窗口钻了进去。肖英磊哼了一声，又不带我。然而等他准备往回走的时候，却发现穆千羽正站在酒吧门口，笑盈盈地看着自己呢。老板娘，你怎么来了？肖英磊稍稍有些意外。其实之前在跟苏无忌打电话的时候，穆千羽已经来到了附近了。我就是想看看你们老板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来。穆千羽俏脸上的笑容比此刻的万千光影美太多了，他轻轻说道：他真是个好人。这话说的好像穆千羽已经知道了杜卡罗的猎杀者也到了灵州一样。肖英雷抿了抿嘴，沉默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该把老板到底去干什么告诉老板娘。然而穆千羽却没再提这一茬，而是轻轻一笑：我最近几天不在灵州，要去一趟首都，还请殷雷姐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老板。肖英磊笑道：这些话老板娘完全可以亲自跟老板讲的。穆千羽却笑着摇了摇头：最近无忌在灵州的事情也不少，我不想让他再因为我的事情而分神。说完，他迈步离开。这转身之时，眼光流转，似乎夜色下的光影都平添了几分色彩。肖英雷忍不住的自言自语：怪不得老板会不由自主的动心，穆小姐真是神眼呢。看着那窈窕背影，他又轻轻一笑：可是动心的只有老板吗？小庞开着车狂飙出了几公里之后，江晚星已经不见了踪影。老板，我们现在往哪里开？小庞停下车子问道：笨蛋，这都能追丢了，车技还不如个女人。苏无忌一脸嫌弃。其实这确实还真的不能全怪小庞，实在是江晚星的车技太高，即便他很少来灵州，可在不熟悉的街道上仍旧能够左冲右突，漂移甩尾，看似险象环生，实则安安稳稳。这一切确实证明了他之前的那句话：我不是个普通的现役。这时候苏无忌的手机又收到了一个信息，他打开一看，是一个实时定位，一个红点在某个区域闪烁，这个红点就是银月杀手的位置。苏无忌说道：距离这里2公里，移动速度还挺快。而在这实时定位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内容是：
发现4名杜卡罗猎杀者迎月请求游侠支援。杜卡罗居然一次派来了4条猎狗。苏无忌眯着眼睛说道：那正好，这一次就让他们长长记性。由于杜卡罗组织的不正义性，所以人们对其并没有好感，往往把他们的猎杀者称之为猎狗。还没等苏无忌下命令，小庞已经一脚油门轰了出去。苏无忌从后座拿过来那个长方形盒子，他核对了一下迎月杀手的轨迹，随后指了指前方：送我去那幢楼，你把车子留给我，然后争取抓个活的。小庞很严谨地补充询问：半死不活的也算活的吗？苏无忌的回复也很严谨：留着一口气就行，别下手太重给打死了。能说出这句话来，就表明苏无忌对小庞的身手有着超绝的信心。小庞重复了一遍：好的，留一口气。到了前方那幢楼，苏无忌背着长盒子下了车，小庞把车子停在门口，便快步向前跑去。别看他人高马大，身形像是重型坦克一样，可跑起来几乎没有太明显的声音，速度更是快得惊人。而那个迎月组织的杀手也在不断地向着这边移动，速度时快时慢，有时甚至要在原地停顿一会儿，明显陷入了缠斗之中。1分钟后，苏无忌来到了顶楼天台。他打开了盒子，从中取出了几个黑漆漆的零件，简单的组装了一下，一把狙击枪便已然成型。老伙计，你还没在灵州亮相过呢。苏无忌把狙击枪架在了天台边上，整个人也融进了夜色里。紧接着，他便从瞄准镜里看到了自己那台被抢走的老款途观。江晚星冤家路窄啊！苏无忌不爽地哼哼了一声，手放在了扳机上。那台车就横在路中间，驾驶室的门都没关，显然江晚星下车时候极为匆忙。紧接着，苏无忌便看到一个身穿黑色运动装的身影从一幢大楼里冲了出来，跌跌撞撞地跑进了旁边的地下车库。从此人的跑动姿势来看，他必然已经受了伤。苏无忌看了看那个实时定位，已经确定此人就是迎月组织的杀手。而这时候，又有2个戴着棒球帽的高大男子从大楼里冲了出来。隔着200多米，苏无忌并不能看清楚他们的长相，但是这2人的手上都握着匕首，是杜卡罗的猎杀者。而紧接着，从大楼里冲出来的人穿着白色的紧身运动装，这火辣的线条让人一眼认出是江晚星。他猛然一跃，窈窕的身形陡然一扑，双臂张开，直接把2名高大的猎杀者扑倒在地。看来他这次紧急任务的目的也是追击杜卡罗组织。3人在地上翻滚了一圈之后，几乎同时起身。江晚星的动作没有丝毫停留，腾身而起之后，一个拧身劈腿，直接把1名猎杀者给抽飞了出去。那猎杀者在地上滚了2圈，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对面的楼顶忽然发出了一声爆响。砰！他的身体狠狠一震，随后摔倒在地，发出了一声惨叫。这个猎杀者的肚子已经被子弹打出了一个大口子，鲜血汩汩流出，就连肠子都涌了出来。还好此刻已是深夜，周围几乎没有行人，不然这一枪下去，必然引起不小的恐慌。而江晚星也被枪声震了一下，攻击动作出现了迟滞。对面的猎杀者见状，直接就地一扑，抓住江晚星的脚踝猛然一扯。对方的力量超出了江晚星预料，他一下子便被扯翻在地。
他的脚狠狠踹向对方的脑袋，可是后者一只手死死抓着他的脚踝，另外一只手里的匕首则是划向了江晚星的大腿。江晚星是临时接到任务，身上没有携带任何的武器，如果他此刻被匕首划中，必然失去大半行动力。在犹如疯狗一般的猎杀者面前，江晚星若是受了伤，下场可想而知。而这个时候，远处楼顶上的枪声再度响起。砰！那名猎杀者眼看着就要刺中江晚星，可他的身体突然狠狠一颤，随后歇斯底里的惨叫声便响了起来。他的一条腿被子弹生生打断，鲜血从断了的大腿处朝外狂喷。江晚星立刻抽身腾身而起，随后膝盖重重顶在了这名猎杀者的后脖梗上，这家伙直接晕死了过去。不过大腿中枪，大动脉都破了，这个猎杀者大概不可能醒得过来了。江晚星眼神微凛，大口地喘着粗气，他那白色运动装上都被溅上了一些血迹。他抬头看了看枪声响起的方向，可惜隔着茫茫夜色，连楼顶的轮廓都看不清楚。开枪的人明显是艺高人胆大，刚刚那一枪如果稍微偏一点点，那被打断腿的就是江晚星了。林州居然出现了这么厉害的狙击手，这可绝对不是小事。然而这个时候，江晚星却发觉身后有风声传来，危险！江晚星猛然拧身躲避，砰！一记重拳重重砸在了他的肩膀上。又是一名猎杀者。如果江晚星没有提前做出预判动作，那么这一拳就命中他的后脑勺了。这次所遭遇的猎杀者比情报里要厉害许多。江晚星被这一拳打得翻飞出去，而攻击他的这名猎杀者趁机逃窜。给我站住！江晚星落地之后，不顾肩膀疼痛，立刻起身朝着对方追去。然而就这么一耽误，对方已经跑出了30米开外了。这名猎杀者经验丰富，他知道狙击手的大概位置是在哪里，每一步都是借着汽车和楼房来制造射击死角。也不知道那狙击手是不是无法锁定目标，枪声没有再响起。那名猎杀者的速度很快，越跑越远，眼看着就要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江晚星已经追不上了。该死，放走了一个！江晚星不甘心地说道。然而这时候，刺耳的急刹声和撞击声忽然响起。砰！一台国产越野车忽然从拐弯处冒出来，将那名杜卡罗猎杀者直接撞飞10几米。